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们这个频道呢，是向全世界怎么样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虽然是一个互联网为核心的一个频道，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大量的人在咨询和互联网这两个行业中进行纠结，甚至这两个行业中有非常多的人才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流动。所以说呢，现在互联网和咨询业有非常多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关系。今天呢，我们继续采访这个北京的这个 MBB 中的某一家的这个合伙人伊达，让他来说说看关于这个咨询和互联网之间的一些关系，以及咨询行业所塑造的这些技能啊，这些技能在互联网行业或者别的行业都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你对咨询行业有兴趣，或者你对伊达的经历有兴趣，你可以看看前2期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首先呢，请伊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伊达。好的，那很高兴又能见到你。这次的话呢，想讲讲看，回归我们这个频道主题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频道，我们讲的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在早期的时候，至少我在北大和我在读 MBA 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还是很向往咨询和投行的。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互联网的行业因为种种原因啊，好像变得比较的兴旺，对吧？那也有一些人开始向往着要去互联网行业。那就你现在的这样一个观察来看的话，比如说是不是有很多人他会在咨询和互联网行业的这个 offer 里面，或者是职业发展道路上进行一个纠结呢？那在这个纠结，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互联网和咨询呢，这两者是有挺多共性，但是也有很多不太相同的地方。是。那共性呢，我觉得就是我理解的互联网行业呢，它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一些新的技术载体，一定程度上去不能叫颠覆了，改造传统的一些行业。这是我对互联网行业的理解。那实际上这背后，如果你想要去改造传统的行业，你必然会谈到，我上谈到就咨询是干嘛？它是帮企业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的。那我相信互联网行业里面的一些同事一定也是每天在解决一些新的问题的，怎么让客户体验得更好，怎么去解决传统行业里面遇到的一些痛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两者是有很大的一个共性，就是 problem solving 的角度。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不同。就如果你一开始就去准备去进入一个互联网行业，大家都知道互联网行业那个就是岗位的那个划分，它是比较所谓的专业化的，对吧？是的。你是去做这种开发的，对吧？比方说有些同学是 IT 背景的，可能是做开发，有些人可能是做这种互联网运营，有些人可能是做偏前端的一些，比方说营销或者是 sales 的一些角色。那你开始可能就要想好你到底要去做什么了。那我咨询呢，我会叫它更偏一个叫 generalist 的 role，就是你开始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技能。那我们看到很多咨询的人可能做了几年，他也许会转去互联网里面。那转到互联网里面，我们看到最多或者最合适的一些 role，还是偏向一个，当然就是传统的 strategy 肯定是可以去做的。那第二种是那种所谓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业务的拓展或者是开拓。那第三个也包括像有的人，我知道有人会做产品经理，那也很像，就是完了你从一个解决一个很宏观的问题，变到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而且其实你发现产品经理他实际上是要 coordinate 一堆人来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的。其实一定程度上跟你在咨询学的一些项目管理的一些东西是很类似的。当然你很少看到一个咨询的人去做一个后端的开发，因为毕竟我觉得做 coding 这些你还是要有一些积淀，或者你原来是这种至少这种专业去出身的。所以我觉得是说，假设你已经想好了，我就准备去做某一块很具体的细分，我要成为一个 IT 的大牛，这种开发方面的大师。那我觉得你一开始进入到一个互联网或者是科技公司，这种氛围也好或什么也好，对你来说是 perfect match。但比方说你想说，我还没想好我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说我做的偏前端 sales and marketing， 或者说产品经理，那其实我觉得你去做互联网也好，做咨询也好，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明白。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不对，特别是学生，你一开始想好了我要做互联网，那你就去吧，你做产品也好，做市场也好。如果你说我想要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看看不同的行业，学一下方法论，那你可以去咨询看看，对吧？去 MBB 里面看看，然后呢，再跳到互联网，如刚才伊达所说，你来互联网做 BD 也可以，做战略也可以，做产品也可以。实际上我的观察也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在 Google 里边有大量的 MBB 出来的人，什么都有，确实开发没有，除了开发之外，其他的各种各样都是 MBB 出来的。比如说典型的有产品经理，有市场也有，BD 也有，那战略就不说了，连 data scientist 也有 MBB 出来做数据这种科学的，都有各种各样销售管理。
各种都是 MBB 出来，所以 MBB 出来到互联网行业确实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出路可以这样。那你现在观察，因为你现在在合伙人，你看你管理这个团队里面是不是有好多人流向互联网行业了呢？在国内来说是这样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一方面来说，肯定收入是蛮丰厚的。就包括可能，我觉得互联网很多是求那个 upside， 就很多是那种期权的一些形式，不光是现金收入。因为其实咨询的现金收入必须得说是非常丰厚的，但你加上股票那块就不好说了嘛，因为毕竟很多是未上市公司。你要上市之后那个成倍的一个财富的增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也是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个很新兴、很朝阳的一个行业，大家都觉得职业前景也是很好的嘛，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挺重视这个 alumni 的 network， 都是客户，我们也经常，对，我们经常也做，不光是客户啦，也做一些业务上，大家也会交流了解一下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了。对，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个段子。当年我读 MBA 之前，贝恩曾经请我们这些 MBA 录取的同学去上海贝恩办公室，大家聊天。然后贝恩的合伙人说一个非常牛的话，说你们今天这些人去读 MBA， 一部分人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员工，其他人欢迎你们成为我们的客户。是啊，就是这个 mindset。好的，那么我个人对咨询行业最大的一个觉得非常棒的地方就是战略，因为我的咨询的人真的是高屋建瓴，有很多的这种战略思考。这个事实上是在具体细分的行业里面或者细分职业里面，比如说不管市场还是产品还是销售，因为你管东西太细节、太底层了，这种战略思维的锻炼就比较少一点。所以今天也很想聊一聊，比如说从战略的能力角度来说，咨询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些战略咨询的这种方法论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如果大家要看一些非常经典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咨询的方法论，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些我其实名字不太记得，像 Vault 或之类会出很多的 case book，它其实里面都会有很多很经典的方法论介绍，包括大家如果去上一些 MBA 的市场营销的一些课程或战略的一些课程，里面会都介绍很多的非常的 classic 的方法论，比方市场营销4C4P 大家都很熟悉了。战略的什么波特五力这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classic 的一些。但我可能今天想讲的会稍微那个角度不一样一点啊，就是让大家发现，在今天其实这个战略的制定已经就怎么说，我们现在讲现在这个年代它是变化非常快的一个年代。我们在谈一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叫敏捷，所以很多时候你战略的制定会变得更加困难，不像过去似乎说我把一些所谓的参数放进去，我们做一些所谓的 calculation 或者是讨论。你这个东西就定下来了。那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年代的战略，我们其实有个说法叫适应性的一个战略。那适应性的战略呢，它实际上是讲说，你一个企业，你根据你所在的这个行业的不同，你可能你在制定的战略的一些方式上，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战略的一些路径。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波士顿咨询最新提出的一些战略上面的一些方向的一些书籍上面其实都提过。那这是大的，就是说从战略的一些演变方面，过去可能更偏静态化。或者说是，我真的能所谓的很好的预见未来5到10年。就现在我也做所谓的5年战略、10年战略，但实际上你自己能感觉出来，那个5年、10年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个那我可以稍微挖深一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方法论的区别，以前是告诉你5年之后怎么样，10年后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说5年之后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增加一部分的不确定性进去吗？不是的，它实际上是说，首先我会把这个企业你所在的行业和你根据你所在的一些行业，包括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去做一些不同的象限的划分。那有一些可能还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说实话，非常非常传统，它变化也很慢。那它可能跟传统你制定战略的方法是类似的，没有什么变化的。但还有一些所谓的你是在一个加速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之下。说白了，你很多战略是不能定的那么死的，你要更加敏捷和机动，而且实际上你会发现，你战略的中心不在于说具体的策略，你懂吧？不在于是说我到底选什么行业、做什么市场，我的营销怎么打，我就这么打。No， 不是这样的，而是更多你组织的一些韧性，你组织能不能跟得上，你后面的一些人才机制，包括你的科技能力，就是它更偏 capability building 了。就是它不会是完全的，就是我们原来讲那个 where to play 的问题。明白了。因为可能那个 where to play， 你过段时间它也许错掉了。明白了。那你是要去变化的，包括你的 strategy， 我们现在强调更多，你要不断的去重新去审视，你要 review， 你要定期的去看，而不是说一成不变，我放5年，
那样子。有意思，就是不再是告诉别人你做什么，这是战略，而是告诉你你应该有什么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从管理的角度，对有些行业没错，明白。对有些行业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对于这个不管是咨询行业还是任何的提供服务的一个行业哈，我自己个人特别佩服的地方就是去这个对付客户的这样一个能力。我本人从来没有做过乙方，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能够特别是遇到一些特别高级别的什么 CEO 啊这种，又非常有气场，然后有的时候又很刁钻，或者是你还要能把产品或服务能够销售给对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分享的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咨询，我觉得对于毕业生如果加入咨询公司很大的一个收获吧，或者是能力升，就是咨询公司大部分的项目其实你的那 exposure 是很好的，就是在 client 那块那个级别，你面对的客户级别确实是像你刚刚谈到很多是 CEO 就 CXO 这个 level 对吧？所以实际上对于一个很年轻的学生毕业之后，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经历的。你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说跟这样的级别的人去汇报，或者说去参加那样的一个会议。那我觉得像你刚刚说怎么 handle 吧，就也不能叫就是应对吧，或者说怎么去管理这样的一些客户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还是要了解，就是说你的客户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说性格或者是特点啊。他包括他有的时候可能对你的一些意见提出反对，他背后的一个考虑到底是什么。因为像有的客户我们会谈，他是比较怎么说，他是注重这种你要有大段大段的分析，你要去论证的，他是比较所谓的 logical 的这种人。这可能是大部分传统咨询公司可能会比较喜欢，因为咨询公司的 type 也是那个样子，对吧？就是我们做很多分析，跟你论证啦，这个东西就是 A 就是 A，B 就是 B， 大家比较一板一眼，比较认真的去做的。但很多客户你知道，特别中国的客户，他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很多客户可能是比较偏激情的，或者是偏直觉的。那你可能就要从他所在意的一些 angle， 可能跟他去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去说服他。所以背后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把对方，因为你毕竟是服务业嘛，你是乙方，你最终你要想你的工作不是说只是为了证明所谓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什么，我觉得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啊。那你还是说希望能够给这个企业带来实质的价值。那如果那个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实际决策者的话，那你要想想他到底在意一些什么，他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是比较简短的，还是比较那种详尽的啊？这个人是比较理性的，还是更偏一些感性和冲动的？你可能要抓住他的一些特点，跟他我们相应的一些，包括我们跟他汇报的形式，汇报的材料，都要做相应的一些所谓的 tailor made。包括我们到底是开大会，他们公司是习惯那种你知道民主集中制，还是开小会？你要在一些把这些所谓的 communication 的形式要考虑的非常非常多。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结论也许到最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就是因为你沟通的方式不对，可能客户一开始没法去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你给他的一些建议。但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个项目你开始跟客户都不一定那么熟嘛，你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摸清楚他的那个脾性，他的喜好，然后慢慢的去算是赢得客户的心吧，这样子。明白。所以这个事情上，我有几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有没有像电视剧里面说的那样，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以外的事情要跟这个客户做 social 的，比如说要跟客户喝酒，客户喝醉了要送他回家，什么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MBB 这几家我觉得是没有的，是没有，就是只会有稍微本土一点的也许会有，本土一点的也许会有，但至少我们没有这种情况。那你说的喝酒，那可能是大家有的时候，比方说项目结项了，可能关系真的特别好，大家要有个类似于庆功宴。对。但那个喝酒也是自愿的，你能喝就喝，你愿意喝就喝，你不喝也可以不喝的。因为就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MBB 呢，大家还是 keep 在这个 professional level， 就没有说我要跟你做非常 personal 的 connection， 会有吗？就看你怎么定义 personal 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好的顾问都希望能够成为 CEO 的，怎么说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叫什么军师也好或什么也好，你希望他是信任你的。那你到底说这个是私人的还是对公的呢？一定程度上你希望跟他有更多1对1的能够去交互的机会。当然我觉得所谓的 MBB 大家都是就怎么说，就这样，其实这种你希望是专业的，而不是说你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在里面。明白，大概是这样。明白。那还有一个就是这是 handle 客户的做法，那么销售服务给客户
一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比如说，我以前曾经看过 Victor 陈，你应该知道他吧？Victor 陈曾经讲过一些他以前在麦肯锡怎么卖项目的，什么去参加一些什么学校的这个 volunteer 的什么 board，然后跟他一起做 board 就是别的公司 CEO，然后在学校里面做 volunteer 就认识人家 CEO，然后怎么着送给人家一个免费的报告，然后怎么就拉关系，这种事情是会这样吗？还是说你们一般怎么销售服务的？这个都会有。大的来说，我们销售服务分2种，一种是已有的客户，就老客户，一种是新客户。但实际上这几年大家行业的趋势都是说，我怎么能够去深挖老客户的价值？你给一个老客户卖的产品，像我开始说，原来你可能跟他只是做战略项目，战略项目你可能5年才能跟他见上1次面，或5年才能有1次交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把中间的一些跟企业的具体的一些运营、具体的操作、落地有关的东西都做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在一个客户身上的所谓的钱包份额，能够赚到挺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把客户给做深，因为你会发现你打一个新客户成本是蛮高的。对，所以这是老客户，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能够去成功的关键。第一个当然是说你要把每一个你做的项目一定要 deliver 好，就人家要满意。因为人家但凡有一个项目不满意，可能后面都会影响你跟他去再买新的项目。第二个呢，实际上你也需要挖掘所谓的潜在需求啦。我们会带一些大家我们的已有客户都会去看一些，比方所谓的这种全球的成熟经验或者什么样，就 global 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别的一些案例，大家会去看说，哎，觉得在你的公司是不是适用的？你觉得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可能相应的人会去起一个项目，也许我们可以再去 pitch 再去弄。那当然也有是说已有客户他可能自己有一些项目需求，他就去招标了，你就去应标，然后你能拿到。那这是一般老客户。新客户就像你说的各种圈子啦、关系啦，包括可能有些也是 cold call 来跟我们打的，这个都会有的。对的。那如你刚才所说，就是现在好像趋势上大家比较喜欢深挖老客户。我理解是从我们产品的角度来说，就叫 re-engagement， 就不断的跟人 engage，对吧？那这会导致这个行业变得相对来说更加 fragmented 吗？就是说 MBB 任何一家它只是服务这么一些客户，那有些新的客户呢，可能就会被新的咨询公司这个瓜分掉，怎样？这个倒不会，就是说他深挖老客户不是说不找新客户了，你还是会有一个新客户的一个争夺的一个问题，但只是说你老客户你不能像是什么就是一锤子买卖。对，我们更多谈的说你要有这个所谓的 long term 的 client relationship。对，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你的价值的变相的一个体现了，人家对你到底满不满意吧？有没有再购买你的产品？明白。这个跟我们互联网也很像，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cross sell 嘛，比如卖你个这个，然后同时再卖个那个，对吧？你卖了我们硬件，再给你搭个软件，对吧？这很像。是，没错，这个是类似的，这个都是类似的。有道理。好，那最后的话想问一个就是有趣的问题哈，有没有什么咨询行业的段子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可能是说，我有听到很多外界对咨询行业会有一些段子，比方说我有听到过，这个不是我们内部的段子，而是别人可能有一些外部人不一定了解咨询行业，大家提的段子，比方有人说，这个地方有，比方说有多少只羊吧，说让别人来帮忙数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大概的意思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段子嘲笑咨询公司说，你们似乎只是告诉客户他们一些已知的一个事实，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你们不就是做了一点这个访谈嘛，调研嘛，然后就把我们管理层说的这个话全部写下来了，然后就去写了个报告。这有些人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段子去嘲笑一些就是咨询公司好像是这样的去 deliver 他的这个 result。对，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这个段子呢，它可能有50%，它是对的，但有50%我也是不承认的，就一定就是说，确实有一些情况下，确实咨询公司只是把公司一定程度上某些人知道的事实，我把它给拿出来了，或者是说我把大家某些人达到的共识，我再拿出来讨论，达到更大的一个共识。但我想说的是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事实，你所谓你知道的事实，咨询公司它一定是经过了一些再加工，或者是再所谓的 validation 的，我觉得一个合格的或者是高质量咨询公司，它一定不是说客户说什么你就写什么，那必须的。对，你肯定是要所谓的我们要 calibrate， 对吧？或者你要validation， 你要有外部的很多数据的佐证，包括你 A 讲的这个话到底是不是一个 facts，也许他不一定是骗你，但是他可能知道的事情是片面的。那你最后还把这个拿出来，一定是你看了一圈的东西，你觉得哦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 A 可能就觉得哎你不就讲的是我的观点，但不是的。就是其实我是看到我从更大的一个地方
把 A 的观点拿出来，但是 A 本人可能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没错，然后第二个也是价值，对吧？筛选也是价值。是的，没错。第二个，实际上 A 他觉得我的观点很牛逼，我很厉害，但你最后在公司层面都能得到一个认同，或者说是 alignment，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 A 自己，你一个人能在公司达到这样的一个 alignment 吗？公司可能很多领导是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的，没错。但实际上这个本身这个 alignment 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咨询公司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价值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世界上不缺聪明人，企业也不缺聪明人。那怎么大家能达成一致，共同往前去走？这其实是咨询公司能够去帮助的。它作为一个外力，可能很多时候它立场更容易去推动这样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段子呢，也是跟大家说，就是说，大家要想一想，你怎么去，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去用咨询公司，不是说咨询公司一定给你的是一个完全 fresh new。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客户是说，哎呀，你给我一个点子，我明天就能在市场上大卖。这个其实挺难的。我们不是点子公司。对，你会发现咨询公司解决的一些问题，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中药，我们一直讲，它不是什么西药、特效药，什么之类的，它还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对你说。我跟你说，很多咨询的人让我们做产品经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因为产品经理做的事跟这很像，就是很多时候他这个 idea 也不是他自己的，可能是团队里是工程师的、设计师的、谁的、老板的，但是呢，他提供什么呢？他提供一个 clarity，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让所有人都同意了，我们就做这件事情，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这个 vision 是定下来的，这个就跟你刚刚讲那个就非常的像。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对，要不然你说 A， 他说 B， 我说 C， 这个团队没有方向，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A、B、C 论证一篇，说我们做 A， 那这个事情就跟很像，跟你刚才讲那个把那个想法 align 完全是一样的道理，难怪说这个咨询师很多人来我们这个产品经理呢，都很像。好的，非常感谢伊大3期节目来对咨询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首先讲了他的一个个人经历，从北大毕业之后呢，先后经历了咨询，还有企业又到咨询，先后经历过3家不同咨询公司，在 MBB 中做了2家，后来在 MBB 中的1家呢，做到合伙人。那么后来呢，他又分享了在咨询行业里面不同的这样一个职业路径，以及怎么样能做到合伙人，以及怎么样不同的这个级别之间大概收入大概什么样子，以及呢这个咨询行业和这个互联网行业的之间一些关系，以及咨询行业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怎么样对付客户，怎么样销售项目。我自己也是呢收益颇丰，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这次的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个对于咨询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吧。那如果你有兴趣做咨询行业，那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也许这期节目也可以让一些这个想做咨询行业又想做互联网行业的朋友有这么一个比较的一个机会，能够想想看你最后最适合什么。那在节目最后呢，继续提醒大家，记得给我们点赞，可以让怎么推荐算法把我们推荐给更多的人看。那请记得留言，也可以怎么样呀，分享给别人。然后呢，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也感谢大家在 B 站上的3连支持。屏幕上现在有一个2维码，扫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小助手拉你进我读者群，我在里面经常做分享。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3期来非常感谢伊大的分享，最后跟大家说2句吧。非常高兴这次呢参加这个大舅的这个网红大舅的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多交流，好吗？谢谢。也祝你这个职业越来越好，从合伙人变成超级合伙人或者是宇宙合伙人。谢谢。好的，那也感谢这个伊大的这样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